月3日，据外媒报道，代表23个非洲国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达乌达·塞姆贝内在采访中表示 ，G7 集团强调，美国主导的连接西非安哥拉大西洋沿岸与内陆赞比亚的铁路项目不足以与中国的投资记录竞争，需要持续投资。他呼吁日本扩大公共支持，促进对非洲的私人投资。美国将与欧盟一起支持洛比托走廊项目。该项目将建设基础设施，例如连接安哥拉港口城市洛比托与赞比亚同产区的铁路。塞姆本先生对该项目表示欢迎，他说，铁路将改变经济。G7 集团旨在通过支持包括洛比托走廊在内的基础设施，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过，塞姆贝内表示，中国正在非洲修建大量铁路，为了让七国集团获得信心，他们需要加大投资。塞姆贝内呼吁有效利用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提供的长期低息资金，引导私营企业投资非洲。他鼓励日本进一步支持私营企业向非洲扩张。知识延伸：美国主导的铁路项目已开始连接西非安哥拉大西洋沿岸和位于赞比亚和刚果之间内陆的同代省。同代省是世界主要产铜地区之一。随着中国对非贷款势头似乎放缓，其实现高质量基础设施发展的努力的真正价值正在受到考验。2023年9月，美国和欧盟宣布支持洛比托走廊项目，该项目旨在开发基础设施，将安哥拉洛比托港与同代连接起来，并振兴物流和贸易。亮点是连接洛比托和赞比亚西北部的铁路建设，其中包括一些新建工程。非洲开发银行已宣布有意捐助约16亿美元项目成本中的5亿美元。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表示，我们希望在5年内建成它。如果它与中国于1970年代援建，连接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坦桑尼亚铁路连接起来，将通过铁路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横跨非洲大陆。美国和欧洲对洛比托走廊的支持是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的一部分。该伙伴关系由7国集团于2022年建立，旨在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PGII 还旨在对抗中国的巨型经济区倡议“一带一路”。波士顿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对非洲国家的贷款自2016年达到峰值285亿美元以来，持续下降到2022年将达到略低于10亿美元。出生于塞内加尔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塞姆贝内担心中国贷款的减少将对基础设施投资造成严重打击。他强调，鉴于缺乏基础设施，7国集团主导的投资不会取代中国。非洲欢迎中国和7国集团的投资。